迎收看《洪流洞见》，在世界洪流中洞见未来的趋势。我是洪淑芬。在今天邀请到的嘉宾，依旧是前内政部长、台大教授李鸿源教授好。淑芬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教授，我们上一集谈到了有关于碳中和，以及世界各国政府对于将来碳中和的一个目标，还有宣示。是。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我们要谈循环经济。然后从循环经济谈起之后，来看看世界各国其他成功的案例，然后再来看看台湾是不是准备好了，还有未来企业要面临的一些挑战。好，我们讲到，因为面对的气候的变迁，其实碳中和还有碳的减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不过我们要先来看看，从工业革命以来，其实人们长久以来习惯的是一种线性的消费，或者是说经济的一个模式，就是包含了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板子上面的，第一就是开采，然后呢，来制造，然后使用之后就废弃了。好，它就是一个单向的。这个叫做从摇篮到坟墓。从摇篮到坟墓，好。但是其实它这个方式，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制造、生产。台湾今天还是。台湾今天还是，它就是一种可以说造成气候变迁还有温室效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嘛。就说我们的资源是无限制的浪费，结果我们浪费了太多的资源，制造了太多的二氧化碳，制造了太多的废弃物，所以我们今天就承受一个这样的一个恶果。所以大概从2000年开始，尤其从欧洲开始呢，有一个新的概念。好，就是你后面要讲的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好，其实我这份有一个资料，就是根据了麦肯锡顾问公司的研究，每一年全球需要开采价值大概3.2兆美元的原料，然后呢用来生产消费的物品。但是其实有80%是浪费的。它这些原物料是最后浪费掉的，所以自然的资源开采之后，最后注定的就是从摇篮到了坟墓了。好，所以在后来有一个 cradle to cradle， 就是从摇篮到摇篮，从摇篮到摇篮。老师是不是帮我们解释一下，当初它这个概念的形成的背后，还有大概是怎么样的原因？就说其实大概从2000年开始，其实从欧洲，尤其是欧洲就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对了。那时候就要谈全球气候变迁，要把二氧化碳降下来。可是问题是，那它真正的问题在哪？或者说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讲，我们以前告诉大家不要做坏事，不要做坏事，不要做坏事，所以我们就发现大家都在做资源回收。可是从摇篮到摇篮，告诉你要做好事，要做好事。资源回收为什么是坏事？因为你就譬如说你刚刚讲的。开采的这个物料，最后80%，我们用了20%， 80%是丢的。可是后来就发了善心，我们要把这80%回收，你可能回收了30%吧，其他50%还是丢掉了嘛。所以资源回收其实还是没有100%的。所以那个倒是资源回收告诉你不要做坏事，从摇篮到摇篮告诉你要做好事，这两个出发点完全不一样。好，我们想一下说，刚刚老师为什么讲说是个坏事？因为企业推动这个循环经济，它有3个，一个是第一个就是回收利用，第二个是降级利用，第3个就是升级利用。但事实上，它似乎也没有办法100%的循环再利用。其实我们今天的回收都是很皮毛的。譬如说你回收保特瓶，然后你就保特瓶去做一些东西，可是最后呢，其他的没有保特瓶以外的东西呢，你还是扔掉了嘛。所以从循环经济的概念就是说，我在这产品的生产线的设计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的未来的去处都给设计好了。譬如说我要印这张纸，对，我们也回收纸。可是你回收完第一次纸是白的，你回收到第2次，它的这个颜色就没那么好了。到了第3次，它还是变成垃圾。那假如是所以它不能一直重复的使用。对，所以变成说，假如从循环经济的概念来讲，从摇篮到摇篮的概念来讲，我在印这张纸的时候，我的油墨是绿豆做的。对。所以当我把这张纸收回来，我把这个绿豆洗掉。我知道这张纸回收100遍，它都是白的，
所以变成说我在生产的时候就把它给设计进去了。哦，就说在设计这张纸的时候，印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设计好了。譬如说我们设计那个地毯，对，现在的地毯用完了就是废弃，对。可是我在设计那个地毯的时候，我是用有机的东西来做，所以当它的地毯的寿命到的时候，它可以变成肥料，它就可以变成肥料，它就变成另外一个资源，它可以变成化解，就是说它可以变成肥料。譬如说那台摄影机好了，事实上我在设计那台摄影机的时候呢，我就设计到它的90%可以用在我的第2代的摄影机里面。哦，就已经预想好了。预想好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叫做从摇篮到摇篮，就是我对整个资源的浪费是最少的。那循环经济又是另外一个概念。好，我们先讲这个非常类似的概念。非常类似的观念。其实像很多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在乎，或者说他在生活上会很容易去面对到，就比如说像是很多年轻人使用的篮球鞋。就球鞋的部分，就球鞋很多也是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他如果一阵子没使用的话，他可能那个球鞋很容易就裂掉，它会裂掉的，所以它其实就是有在国外，他们所讲究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经济，再利用的一个经济。其实是这样子的，譬如说像这种循环经济，还有一个名词叫做清洁生产，就是说呢，我就举个例子哈，啤酒，啤酒呢，它以前会产生这个酒精酶，那在过去的酒精酶是要丢掉的，它是一个污染源。可是我今天从清洁生产的概念是，我加一条生产线，把你的酒精酶变成酵素，我把它最后变成一个产品，就是说我把一个废弃物变成我另外一个产品的原料。然后最后变成说，我把你的酒精酶变成酵素，我把酵素卖掉。所以这些都是要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全部要设计进去了。而且这样子操作的结果呢，本来12公升的水制造1公升的啤酒，那我经过这样的一个设计以后，3公升的水就可以做1公升的啤酒。第一个，我水的这个消耗减少了，我的污染减少了，我的废弃物全部变成原料。这个东西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清洁生产 （cleaner production）。那这种东西最后慢慢演变，就到了演变成从摇篮到摇篮。就是说我在生产线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把它的整个产品的这个生命历程全部都设计进去了。但是对于企业来说，它的成本有增加吗？一开始，当然你要投资你的生产线要做更动，一开始是会有增加，但是呢，到了最后你会赚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消耗的原料减少了，你的耗电减少了，你的耗水减少了，你对环境的污染减少了。等于说它的第一次的固定成本是比较高的，很快就收回来了。但是很快的，后面第2次、第3次就慢慢的回收。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回到你要让企业自己拿良心出来做，我相信不太会有。良心这个很难定义，就是说，所以今天政府很难规范，也很难定义，很难规范。可是今天政府应该是把胡萝卜拿出来，把棒子拿出来，告诉你，我给你3年，你就必须要符合这样的规范。然后呢，问题是告诉你说不要担心，我请一群专家协助你，然后呢，我银行贷款给你，因为我贷款给你，我也不怕你跑掉，你有产品嘛。所以这里面又会牵扯到一个很细腻的金融操作，我可以担保，我可以反担保。这个平台一搭建以后呢，到了最后政府也赚钱，厂商也赚钱，所有人都赚钱。为什么？因为技术的人找不到客户，这个新的仪器也找不到客户。我今天用这个平台一磨合的时候，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找到空间了，这叫做清洁生产。其实我在2005年就在推这个东西，我跟那个一群10多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推了。我跟一群的荷兰的专家到中国大陆，就是在推这个东西。因为那时候，其实中国大陆从2005年之后就已经开始。告诉各位，中国大陆2002年就定出他们的叫做清洁生产促进法，所以我也必须承认哈，他们的立法是立得比我们早。可是2005年我们也必须讲说，那时候有点早。有点早，当然大家说整个大环境来说，大环境有点早，所以那时候推的力道
并没那么大，当然有很多回响，可是问题是到真正要做，其实还有一点差距。可是你要是在5年前再去推这件事情的话，那全世界都在做了，而且技术非常成熟。老师的概念都比较先进，走得比很较快。遗憾的就是我想的东西都比人家早个10多年，所以常常变成说在推的过程里面，其实是有点辛苦了。但是今天清洁生产，在大陆也好，在很多的先进国家也好，都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了。就像说，我们现在看到第2张图，就 Cradle to Cradle，这叫做 From Cradle to Cradle。这个作者，天下杂志有请他来台湾，演讲过。这个人叫做 Branga， 他是一个德国人，化学教授。他是个德国人。那他刚刚讲，他的意思是说，我要发明一个产品，对环境的冲击达到最少。我在生命的历程，我在这产品的历程里面，我都把它全部设计进去。就他设计的这套方法，事实上在全世界也引起很大的回响。他还写了一本书。我后来到台北县服务的时候呢，我就要求台北县政府的1级主管跟300个校长都要看那本书，看完以后要写心得报告啊。但是那个东西在讲什么呢？那个东西就在讲说，事实上它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老师觉得有果效吗？当然，慢慢会有潜移默化吧。但是最厉害的一个国家呢，叫做荷兰。Branga 是个德国人，这个技术出来以后呢，荷兰过了2年立法通过，要跟荷兰政府打交道，你的所有的生产线必须要认证 from C to C， 从摇篮到摇篮。那为什么一个政府可以做这件事情呢？荷兰政府有400亿欧元的购买力，就说我用这400亿的市场，我就可以变成你的这个整个生产工业的一个动力。所以他们在2012年规定，你要跟荷兰的政府打交道，它50%你必须要从摇篮到摇篮。再过2年，他就规定我的政府只采购从摇篮到摇篮的产品。结果政策这个有400亿欧元的市场，可是它造成多大的冲击呢？从此呢，所有的荷兰的工业呢，就因此它就升级了，废弃物减少，这个制造效能提高了。然后最厉害的是，就是说一个德国人的东西，他可以在2年之内让他立法，让他执行，然后呢，加入学校的学程。就是说，政府拿出政策，政府拿出法令，政府拿出胡萝卜，政府拿出棒子，同时呢，把这个东西变成他大学教育的一部分。为什么荷兰可以这么快的时间就立刻达成？因为这个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就很纳闷，人家也是个民主国家，它也是一个小国，它也是一个小国，它是个民主国家。你说行政单位看懂了，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行政单位有很多专家。可是你要立法单位同意你这么干，那就告诉大家呢，这个国家了不起，就说他的民意机构居然可以认同这样的一件先进的一个想法。你就想象，假如在台湾，如果是在台湾应该不行，立法院应该先打一架。你在立法院根本讲不清楚，朝野协商可能就要很久很久。不是现在今天我们的民意机构，不要说民意机构，我们今天的政府根本没有几个人搞得清楚什么叫做从摇篮到摇篮，没有人搞得清楚他要怎么操作。这里面你觉得就是一个经济部有办法操作了吗？这里面有财务的规划，这里面包括金融的操作，这里面包括很多的东西，最后要落实到在大学教育。那你觉得这大学教育还不是普通的大学教育，这是一个科技教育，事实上教育部也并没有很清楚。然后呢，你到了立法院的时候，你就想说，我要求一个工厂，它必须升级，它的这个机器要改变，它要做了一堆的变动。你觉得我们的立法院会让这个法通过吗？所以一个好的东西，在欧美，美就不算了哈，这个美相对在这个环境意识里面，但是拜登上来是另外一回事。美国待会儿我们会再谈，美国再说。在欧洲，人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可以让它变成一个法案，然后在这么短的时间，它居然可以落实在学校教育，就这么动作，我就短短的10多年，看着人家转变，
就说我们一直讲气候变迁，我们台湾都在讲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调适 （adaptation）， 避免因为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灾害。大家看懂了，因为你淹水会怕。对。今天你有缺水我也会怕灾害你会怕。对。可是大家没有看懂的，或者不想看的，假装没看到，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如何把二氧化碳降下来。这件事情台湾几乎没做，为什么没做？因为你看不到啊。二氧化碳你又看不到，又摸不着。我跟你讲说，全球气候变迁温度增加了0.3度，没什么太多的感觉。0.3度跟我有什么关系？可是你没有想到0.3度会 trigger 所有的东西的变化。你觉得 COVID-19？ 但我们现在已经慢慢有感受到了，包含了台风的动向，海水、旱灾，这个农作物也受到影响。然后你觉得 COVID-19 是偶然的吗？你觉得从 SARS 到 COVID-19 就是很简单吗？它就是一个病毒吗？它为什么会一直在变种呢？很多的原因，我们当然需要科学的来探讨。但是最大家必须要谈的是，那整件事情，气候变迁到底是什么东西？今天我们讲得清楚吗？其实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荷兰人我大概跟他们一起参与谈气候变迁，大概2004年开始谈。他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太大，那时候他们应该觉得太早吧？会不会？不会太早，因为他们在海平面底下5公尺啊。他们面临的困境跟挑战比我们还严重，比我们大多了。然后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太大了，我必须要干。可是他觉得呢，那怎么干？因为呢，他们花了2年谈了4000个小时。为什么要2年谈4000个小时呢？因为第一个，没有几个人搞清楚什么叫全球气候变迁。第一个，第二个，它会带来多少冲击？对企业家的冲击跟对农民的冲击是不一样的，它会带来多大的冲击？然后呢，以谁的影响说了算？你觉得是要照顾企业家，还是要照顾农民，还是要照顾做生意的人？以谁的标准来算？第三个，我们要花多少钱干这件事情？所以他们2年谈得这么细节。然后呢，我们的科技可以 limitation 到哪里？我的科技的局限到哪里？然后最后再谈的是什么？谁要做？Who should take action？ 因为这件事情太大了。对，这就牵涉到他的中央政府部会的一个安排。人事的安排，还有他部会的组织架构，我特别找出来，这是呢从外交部找出来最新的，就是荷兰中央政府部会的一个分布。那好，我先讲一下，就荷兰它是3权分立的一个责任内阁，然后立法权呢是属于国会。行政权呢是属于国王，还有内阁，因为它还有国王，但是呢，它的实权是在内阁，内阁是由总理、还有副总理跟部会的部长跟国务秘书一起来组成的。我特别找出来它整个的部会的架构。其实它这个部会的架构，其实跟我们也没太大的差别。但它还有一个经济事务暨气候部。对，就是说，其实现在你看拜登上来，他第一件事讲的是什么？清洁能源。对。然后他马上要成立气候内阁，他马上要抓整个气候变迁的主导权。对。所以他才刚上来就开始办气候峰会。对。所以你会发现说，那一个欧洲的尤其是西欧，一个西欧的总理上来，他第一件事情讲的一定是他的气候政策。因为气候政策会，因为大家看起来，大家都认为气候是个危机。事实上，对这些先进国家来讲呢，气候是最大的商机。人类最大的危机，恰恰是人类最大的商机。为什么是最大的商机呢？你要把二氧化碳降下来，你就必须要谈循环经济。谈到循环经济，刚刚又回到你刚刚那张图。对。你所有的生产线要改变，你的制造过程要改变，你有很多的训练需要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商机。然后呢，这个当然他们这个政府呢，他成立一个部这个是成立一个部。但是最重要的是呢，这里面跨了所有的部，所以他们成立第一个，他们全部都谈完了，对，决定要干的通过三角洲法案，三角洲法案，你一定要成立一个法案，他们叫做三角洲法案。所谓三角洲法案，因为他们荷兰近代成立过2次三角洲的叫做委员会，
第一次就是1953年一个超级大洪水，让他们死掉的人比二次大战所谓的死的还多三角洲，因为他们国家就是一个 Delta，就是个三角洲嘛，所以是为了环境，为了环境，为了生存，所以他们1953年成立一个 Delta Commission， 来处理什么？处理他们的洪泛淹水，所以做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工程。它的防潮闸一个巴黎铁塔那么长，可以这样关起来。啊，这是1950年代、60年代人家干的事情。干完以后，成立学校，到全世界推广。然后现在呢，从2004年开始，他们开始觉得说工程手段已经不够了，我必须要对的面对气候变迁。2年4000个小时谈完以后，决定说好了，咱们干了，再通过三角洲法案。但是现在面对的是气候变迁，成立一个三角洲委员会，当然他们也成立一个部，找一个最能干的部长在做什么呢？整合跟协调，他要统合所有的这个整合跟协调。那他这个部的权力应该很大，因为如果是像我们的话，一个小小的环保署或是一个小小的动不了，他怎么去动经济部，怎么去动其他的部会的首长？他们的强项是他们的整合跟协调。然后最后呢，钱叫做 Delta Fund， 他们就把钱都给找出来了，然后就开始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做。然后我告诉各位，最讽刺的是，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拿出来的钱呢，不到我们的前瞻计划8000亿的一半，人家花不到一半的钱。为什么可以用这么少的钱可以做这么大的事情？根本不是钱，他们根本花的钱不到我们的前瞻计划的一半。然后整个部动起来，政府改组，然后整个的思考逻辑全部改变。然后呢，然后最后呢，成立什么？成立一个叫做三角洲联盟，三角 Delta Alliance 在干什么呢？向全世界推销荷兰的经验。所以你觉得最后他把一个危机变成一个转机，政府改造法案通过，钱出来，把他们的问题解决，然后变成商机，让到全世界推销他们的。他还可以卖他的整个的他模式，他操作，然后他们的大学就跟着改变。比如说你全世界要学这个东西的人到我的学校来，然后他们他还制造人才。有一个大学，就是我在那边当客座教授的那个大学叫 IHE， 他在干什么呢？他不是一般的大学。他在训练发展中国家的干部，他是针对官员做训练的。过去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环，他专门训练开发中国家的这些官员做基础建设。在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所以他的学校训练出来是各国的重要的官员。对。所以他在2002年，我在那边当这个客座的时候呢，中国的水利部1年派100个中阶以上的干部在那儿受训的，就是读个硕士花1年半读个硕士，结果他就是，然后呢，荷兰政府出一半的奖学金了，然后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中国的水利部里面有一堆他们的校友，都是荷兰毕业的，对，然后他就慢慢可以影响到。所以跟中国的市场，中国大陆跟荷兰的合作相比，非常密切，一定也是很密切。可是你就想哦，他出一半，他的奖学金学费呢，15000欧元一个学生，60万台币，他有很少60万台币，你就想台湾哈，我今天请一个外国人，我念一个 EMBA 就要100万了。可是问题是，他是一个外国人，他的学费有一半是我荷兰政府出的。那你觉得在台湾，大家会讲说啊，我们自己的小孩都没钱了，对，我们为什么要花钱？你为什么要花钱去给这些外国人来念？但是你没有想到，我花了钱，一个人我在你身上1年投资60万，你回去以后，你呢过了几年变成中阶干部，到了最后你甚至变成部长。其实因为这样子，我跟你有一定的关系，我就可以讲俗气一点。我就可以介入到你的市场，我到了最后会赚钱，变成我国力的延伸。你就发现说，这样的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小国，人家的棋可以下得那么的远，下得那么的精准。再给各位一个数字，荷兰这个国家援助世界第2名，他们是援外第2名的。为
想他们应该不是真的那么的有钱，但还可以援助世界他觉得第二名第一个当然是善念，我们不要怀疑人家又回到良心，不要怀疑人善念良家是想要付出，但是他在这个付出的同时，有他们国家的长期目标跟规划，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荷兰有一个气候部，那我们就看看我们今天的政府。其实没有一个部会在专门讲气候变迁的，我们把它丢给环保署。环保署讲多久了？环保署至少讲了20年了，可是永远没办法落实，永远没办法落实。我们今天也没看到说，以目前的政府组成，有哪个单位有能力扛起这样的一个案子。然后我们也不禁要问，那以今天我们今天的政府的这些官员，还是一个非常传统思维的一个行政人员。我们目前的政府的运作方式跟政府的组成，我必须坦白的跟各位讲啊，即使在蓝军执政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在忙着解决昨天的问题啊。事实上，我们的政府都在忙着解决昨天的问题，我们根本不知道、不敢看今天的问题，因为你根本解决不了。我们根本不敢看明天的问题，气候变迁就是明天的问题。可是很抱歉，气候变迁已经不是明天的问题了。是今天的问题，现在的问题了。2023年要开始课碳税了，对，我也不禁要问，那我们准备好了没有？哪些产业会被课碳税？那要怎么课？这个碳税是怎么算的？我们在上一集当中有谈到，就是中小企业其实会面临非常危机，中小企业完全束手无策。对，然后大企业怎么办？大企业它为了碳，它就必须要去买碳权，它就必须要去买绿电凭证。可是台湾呢卖不出碳权，台湾卖不出绿电凭证，所以最后呢，这些大企业为了生存，结果它的碳权跟这个绿电凭证是跟国外买的啊，结果那本来应该是碳权、绿电凭证是让我们台湾的产业升级，结果弄了半天他们去国外买，那国外的产业是升级了，那请问你它的数字很漂亮，问题是我们台湾的环境有变好吗？我们有因为这样二氧化碳降下来了吗？有因为这样子我们的绿电就开始蓬勃的发展吗？并没有。那又回到你刚刚讲的，对我们回到就说荷兰这个部分了，就荷兰它的一个中央部会的部分，其实政府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包含它的规范的制定，包含它从规范制定到服务的提供者，这是一连串的。对，也就是说，它包含中央政府的采购的部分都。按照你刚刚讲的，它的一个未来的规划在进行。他们的采购，就刚刚讲，你不符合从摇篮到摇篮，对不起，我根本你没有资格来投标。他只要一卡下去，400亿欧元的市场，所有的厂商必须要跟着干。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的，叫做什么？很简单呢、我今天要推从摇篮到摇篮，我今天要推绿电，我今天要推循环经济。我请问你，学生谁训练？工程师谁训练？公务员谁训练？然后呢，在台湾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我们的公务员的直系里面没有这一项我们高考没有考这个东西啊。也就是说，没有培养这样的人才，没有培养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人才进不了公家机关。今天变成说，其实我一直在强调的是，我们今天的政府的组织，我们的法令把自己全部绑死了。就是说我今天假如要推节能减碳，你到了公家很简单，好。他是哪个部？第一个开始你就讲不清楚了。第二个，我们公务员一定要开始讲你是哪个直系，你是高考哪一个科考进来的。那今天我们的直系里面没有气候变迁这4个字啊，我们直系里面并没有这些东西啊。那你没有高考，你没有直系，学校就不会有这样的系所，学校没有这样的系所就不会有这样的课程。所以鸡生蛋，蛋生鸡。你今天，譬如说我今天要推循环经济，你就会发现说，在一个台湾大学里面跨了好几个学院，它散在每个不同的系所。你今天在台大都没有办法整合，你为什么没有整合？因为没有市场，没有这样的高考，所以我就不会整合。那你既然不会整合，那今天为什么我们今天它的碳权要去国外买？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东西。我知道老师在前阵子还拜访了考试院，是不是希望真的非常心急啊？我去拜访考试院是为了防灾啊，为什么呢？防灾已经很重要，这次大家都觉得防灾太重要了。结果今天这个行政院说好，我们应该要有
防灾的直系，这个是对的，防灾的直系。可是现在问题来了，所有的主要的国立大学里面没有这样的系所。下面的问题来了，题目谁出？标准在哪里？你要是没有这个东西，那你今天假如你一开始这个市场很小，只有市场目前在做的就几个人。假如你今天一开始没有把它弄清楚的话，这市场是被少数人掌控住了，未来题目都是他们出，那就会整个市场就乱掉了。所以在其他的国家也许不是问题，在台湾它就真的会是问题。对，就像老师说的。台湾一直在解决昨天的问题，我们都在解决昨天的问题，一直在解决过去的问题。但是来看看人家荷兰，也就是说，它的部会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但是他们很有弹性。我们今天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你在法令没有弹性，你在政府的运作上面没有弹性，而且我们的公务员全部是考试进来的，这考试的科目是死的，30年来就是考这些科，它不会增加。它不会增加，所以你就会碰到像他们这样一开始弄以后，你会发现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刚刚讲，它有很长的一个铺陈，但是也没多长，2年。然后他们开始动的时候，政府改组，然后人家就开始一步往前走了。我们到了今天为什么动不了？事实上讲很多了，我们讲这些实话也都讲了，看10-20年了，但是动不了的原因是什么？以我们目前的思考方式，以我们目前的政府组成，以目前的这样的一些人的专业，其实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些问题的，因为这第一个他还是蛮专业的，它是一个新的概念，然后是我们不熟悉的，比如说政府采购法过去是工程费管的，对，现在跑到财政部去了，事实上财政部在采购，他们管采购在讲什么？他只是在讲数字而已啊，就讲我当初在工程会的时候，所有的慕尼黑再保、苏黎世再保都跑来找我，找什么？讲什么？讲灾害保险。我们到了今天，政府是不保险的，我们政府没有保险的，所以每个灾害都是从政府的口袋里面掏钱。所以我那时候就我应该要推防灾保险。可是现在问题来了，保险的主管官署是谁呢？财政部、金管会，他们没有工程的背景，所以他们对灾害保险是没概念的。我后来一直推，我还带他们去见财政部长。推到最后呢，连马总统的某一年的元旦文告里面都讲我们要做灾害保险，都已经在总统的文告里面了。可是到了今天推不出去，为什么推不出去？主管官署不清楚啊。所以今天就说你从一个防灾保险就这么小一件事情，你在政府以目前的政府的这个运作状态，你都会推得非常辛苦。在一个这么大的东西，那推起来就会更辛苦。就是我们前阵子最热门的议题啊，水的回收，为什么推得不上不下的？因为里面跨了2个部，然后呢，我也讲了好几次了，没有中水法，没有中水法，我们有上水道法，这个自来水法是经济部管的，下水道法是我们营建署内政部管的，中水回收水是没有法源的，那你就没有法，我请问你。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但难道没有立法委员意识到这个问题吗？你觉得呢？你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大家就很纳闷，为什么我还在政府服务的时候，我可以编181，但难道没有推出6个回收厂？因为那时候我很抱歉，我是踩到经济部的线去做这件事情嘛。可是今天没有一个像我这么多管闲事的人。那大家就会觉得说，水的回收，现在问题来了，编在哪？编在内政部也不对，编在经济部也不对，编在哪里都不对。第一个，第二个，公务员依法行政，马上问说，那你今天要编这笔预算，你到了立法院预算审查，第一个碰到的问题说，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他？那今天因为你没有这个。中水回收水的这个法，所以法很重要。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成立气候变迁？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 Delta Act 三角洲法案，法一定要出来，法要先定出来，法先定出来，机构定出来，钱拿出来，找一个最能干的人做统合跟协调，找一个大学当做所有 research 的引擎。
这里面你们还没看到的是，他们最后找了一个瓦赫宁根大学的一个 Atella 一个中心，把全荷兰所有的研究单位做一个整合。那个计划主持人是我的好朋友，你知道他写那个计划多少钱吗？2亿欧元，80亿台币。他一个教授写一个80亿台币的 proposal， 他必须要面对全荷兰的所有的大学，他们的政府机构，团队很大，团队非常庞大。好，今天问题来了，他一个教授写80亿欧元的计划，80亿台币的计划，事实上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训练。他计划写完，他就被挖角挖走了，他变成荷兰自来水公司的总裁。好。我们要回过台湾来，你觉得我们的科技部在相关的研究里面有少于80亿吗？没有。可是我们今天假如某一个教授，假如是我要是拿一个这个计划写了一个80亿欧元的 proposal， 我马上变成肥猫，我就会变成全民公敌，所有人都会攻击你。科技部然后就会在立法院备选的时候我就会被所有人攻击。所以最后我们台湾的政府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呢？我就把这块饼呢切成100块，然后这100块呢再切成100块，然后每个教授呢200万，每个教授就写300万的 proposal， 所以他只有300万的训练，那合不起来。然后最后呢，我把这东西散出去以后，我兜不回来，因为大家写的都是小题目，兜不回来，兜不回来，结果呢，我在政府服务的我的最痛苦的经验是什么？政府要的学校给不了。学校做的政府用不了，中间一个 gap 永远补不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叫做齐头式的平等，我们讲的都是假平等，大家呢雨露均沾，每个人都分到一块饼。那我请问你，那这块饼跟政府有什么关系？然后最讽刺的是，我们就每年钱就这样子花，最后呢，最后结果是什么啊？每个教授写了几篇 paper，SCI paper， 我们就高兴得不得了。你看我们发表了多少 paper 在个美国的顶级期刊，在 Science， 在 Nature， 当然那个值得拍拍手了。可是回过头来讲啊，他的对政府有什么影响？他对政府的前瞻是没有帮助的，几乎没有影响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所以我一直在建议科技部，这些事情听起来很遥远，可是你觉得教育部不重要吗？你觉得科技部不重要吗？你觉得我们必须每个大学都一样吗？你觉得我们不用培养几个重点大学，专门针对某些特定的项目去做研究吗？荷兰一个 IH， 我倒是真的有机会带你们去看那个大学，一栋 building 比我们台大工学院还小，它就是比我们台大工学院还小，但是人家多厉害，你知道吗？它本来是一个荷兰的大学，专门训练这个开发中国家的这些官员，他们的校友都已经做到加纳的总理了。他们就说他们在国际的影响力非常大，非常大。但是他们更厉害的是什么呢？他们大概在2005年的时候呢，把这个大学送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送给 UNESCO。他又提升了他就第一个听起来是我把这大学送走了，可是没想到他换了一张招牌，他就变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的一个机构，他在全世界再走出去，他的门就更宽。真的很有远见。就说人家的下棋是这样子在下的，然后人家的投资到了最后全部都回收，甚至人家在解决什么？人家在解决明天的问题啊，人家在想的是10年以后、20年以后怎么办呢？台湾目前的这个思考逻辑，我们目前的政府运作，目前的这个法令，我们都在忙着解决昨天的问题，昨天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不要说今天跟明天的问题。所以面对气候变迁，其实政府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看到拜登政府在上来之后，他立刻就宣示，在2030年的时候，美国的碳要减少一半，50%。同时，他也成立了气候团队，对，然后他整个内阁就为了将来的气候变迁做准备。其实美国的总统他有超级大的权力，就是说我只要觉得要干，事实上他的整个政治就会转向。譬如说911的时候呢，他们的所有的转向到反恐，就所有的钱全部投到反恐。我今天几乎可以预测了，不要预测，已经会马上出现了。他的所有的钱一定会投到绿能，他的钱会投到跟绿能相关的基础建设，
然后呢，他们每个大学就会跟着转向，就是说你会发现他们马上用这个大钱去挖全世界最厉害的专家学者到他们的政府里面去，你再给他3年，他一定在全世界一定领先。第一个投大钱，他把最好的人都挖来，最好的人都挖来。好，你就回到台湾，台湾做得到吗？不可能。第一个，你以我们目前的薪资结构，你在全世界挖人你是挖不到的。第二个，这个人，而且他进来的你要挖一个大师来，除了他的薪水以外，你要给他什么？你要给他一大笔钱，他要去把他的整个团队都带进来，他要最好的仪器、最好的设备。那我可能一下子投下去就是几百万美金，甚至上千万美金。可是我一投下去以后，2年以后，我这个学校就变成全世界的最厉害的，然后慢慢的，整个世界的规范是我在写，所谓游戏规则是我在定。那以美国这么大的国家，他就可以掌控市场。然后他最后呢，他就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合作，因为2大二氧化碳制造国，他们假如2个不合作，其实我们全世界人类的前途是堪虑的。所以我现在只能讲说，风向已经在变了啦。以我们台湾目前的思考逻辑，我会很担心我们会赶不上。看样子目前看起来是遥遥赶不上。你即使说在我们台湾的大学里面要找一个教授，真正的有办法把这个全貌看得这么清楚的人，在业界可能有，在学界跟政界是没有的。可是业界的这些专家，他不会到学界跟政界来。第一个，薪水太低，钱太少，钱太少，这个很现实的。第二个，我们的政府太复杂，太复杂，因为这里面你要推这些东西，你觉得很简单吗？这里面会挡到多少？你会踩到多少既得利益？你会挡到多少人的财路？很简单啊，以后不烧煤了，那我买的煤的契约怎么办呢？煤的契约通常是30年。30年啊，那我今天一下子转变了，那我原来跟人家签的契约呢，对不对？那你今天我们的天然气的这些契约呢，我们风电的契约呢，事实上，那这里面就会在一个行政院，你就牵扯了太多的步了，再更不要谈立法院的生态又是这么的复杂。那你觉得有一个官员，一个大师，有办法到立法院去舌战群雄，说你们要为了台湾的未来，我们必须要节能减碳，我们要推清洁生产，我们财政部要怎么干，我们的教育部要怎么干，科技部要怎么干？你觉得以台湾今天的政治生态有可能吗？不可能。但是政府的权力其实是很大，尤其是总统的权力应该是很大的。我们看到8000亿前瞻不就过了吗？对，我们看到拜登政府上来之后，虽然目前美国的疫情 COVID-19 疫情还是很严峻，但是他们已经有比较高远的远见，他们已经开始在做，强调的是气候变迁的治理。因为拜登政府也知道说，因为其实气候的政策跟经济的政策是环环相扣的。因为将来就像你讲的，接下来30年，绿能就是一个未来很大很大的商机。循环经济，其实它都是循环经济的一环。然后 from sea to sea， 从摇篮到摇篮，未来就会变成铁律。就说以前大家都讲绿建筑。现在要搞到钻石型的绿建筑。现在要讲什么叫钻石型的绿建筑？就是说你今天的从你的用水、用电、你的这个这个空调，所有的东西你都要符合这个绿建筑的法规。可是今天来讲，绿建筑已经有点落伍了。今天要讲，所以要升级到2.0，现在要讲钻石型的，叫做他现在已经开始讲叫做智慧型的绿建筑。智慧型的绿建筑，所有东西都是 AI。可是我就跟很多的搞智慧建筑的朋友讲，我说你们整栋 building 很智慧啊，水一来就淹掉了，你有智慧吗？所以还要再加上一个叫做韧性 resilience。所以你要加上韧性，就要回到气候变迁的调试。就会回到我一直在推的叫做低冲击开发，然后就慢慢的你讲到节能减碳，就要讲到从摇篮到摇篮，你就必须要谈到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然后就必须要谈到所有的东西。所以你今天会发现呢，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项目了，所有东西全部结合在一起。那我观察到的是什么？我们的大学没有跟着转型啊。
我们的大学并没有跟着转型，我们还是在教。我在台大今年第36年，我还在教，几乎80%的科目跟我们在30几年前教的是一样的。但老师，你不能增加新的科目吗？就说这未来一个不是你今天要增加新的科目，现在就牵扯到我们所有的课都要经过审查，我们的科系都要报到教育部去审查，我们的员额也是被控制的。所以你今天变成说，台湾这一套在60年代是对的，我们防弊，我们要东西把所有东西都绑死，当时做得很好，当时做得很好，我们防弊也确实防得很好。可是问题是你今天穿了一个50年的老西裝，你叫他这个选手去跑马拉松，他有可能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这些大事情以前一直在谈的都是技术问题。可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台湾的问题叫做英文叫做 institutional problem，你的法令法规制度没有弹性，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啊，我在台大要找一个大师，我找不进来，找进来我也没有办法给他一笔钱，因为我们的财务不允许我这么干，所以他来台湾，也许他来1年2年，第2年他就走了，因为他没有办法生根，然后最讽刺的是，我们投进去的科研跟人家比人家还多。问题是我们都做到哪去了？有了 SCI paper 写了好几篇，我们好高兴啊！国际排名好像大学排名又往上窜，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碰到问题的核心，我们的法令法规制度、政府运作没有弹性。我们目前的政府运作跟目前的这些人的专业是没有办法谈这些事情的，更不要谈我们的立法院，更不可能。其实，在能源转型的过程当中，像是拜登政府他所提出的一些计划，这些都可以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其实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它是一个最大的动力。其实民间已经在做了。我看了你们这张图，其实民间像 GDP 大概在100年，2008年、09年，人就已经在做了碳揭露。所以所有的上柜公司这一些东西都已经把它绑住了，它由不得，它爱玩不玩。现在问题是这些东西有没有反映到政府？有没有反映在政府的手上？今天民间是因为你要上市，你要上柜，你要跟国际打交道，它必须要做。可是今天政府相对的，我们在这方面，其实相对的，我们对这件事情的强制性是弱的，因为我们没有立法嘛。我们的立法其实是很，我觉得说，可能你的强制性相对的没那么强。老师是不是要考虑到立法院去 lobby 一下？没有用的这群，你以为目前不是说这群人的怎么样，而是目前的生态嘛。就台湾立法院长期以来都在谈什么？都在谈。他们叫做什么？朝野协商，全部协商，全部 compromise。我请问你，我们立法院什么时候谈过这么专业的正经事？但这是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在全球都已经将碳中和列为是2050年，甚至更早一点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只能希望因为业界的压力，给我们政府压力。我们政府必须要跟着动，要是今天政府不动，你就会碰到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吗？这些业者他就必须离开台湾，出走台湾，他必须出走，因为你的台湾的碳足迹太高。现在是不是有这样的趋势了？已经有一些大企业很简单的，2023年要课碳税啊，我请问你，2025年全世界都要课碳税啊，那我请问你，那这些大企业怎么办？那我好了，大企业走了，那中小企业呢？所以我一直讲说呢，其实政府也不要讲大话了，也没有那么复杂了。告诉台电，你在3年之内，你的二氧化碳，我给你一个目标，几年之内你二氧化碳要降到50%。其实我们台湾的温室气体，台电就占了50%嘛。今天政府也不要讲那么远，就是公家机构，它也够有钱，它占了我们50%的温室气体。你要不要求台电，你在几年之内降到50%？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是台电降50%，而且要求台电跟谁合作？
跟工研院、跟几个主要的国立大学合作啊。所以这样二氧化碳降下来以后，然后呢，技术留下来了，技术升级，同时这一群人就可以去协助所有的企业。所以台湾就是缺一个动力。荷兰人的动力是什么？跟政府采购400亿欧元哦，你就必须要符合 from C to C， 从摇篮到摇篮。他利用这400亿欧元，就把荷兰的工业界全部定掉，然后就这个样子，然后他们的教育就定掉就起来了。台湾现在就需要找到一个动力，找到一个切入点是什么？告诉台电，你在几年之内你要降到多少？这个数字大家来谈，但是不是政府协商？问外国专家，什么样的 percentage 是一个合理的 percentage？ 为什么你台电要干？你占了50%的二氧化碳，我今天我这些企业用了你的1度电，你的碳足迹就会跑到我的身上。哦，你碳足迹跑到我这个东西叫 CDP， 你碳足迹跑到我的身上，我万一到2023年我要被课碳税的时候，我怎么办？那你要是追踪所有的最大的碳源，就是你台电嘛。那你今天政府就告诉台电，你必须要这么干。我还真的建议找一群专家，但是里面需要有外国专家，来把全世界的游戏规则讲清楚，把清洁生产弄进去，让台电 upgrade， 然后让我们台湾的几个主要的研究机构、几个主要的大学一起参与。事实上，我相信要做这件事情把规划费几十亿台币是跑不掉的。可是问题是，这钱花完以后，我们的产业升级了。我们把前瞻计划的一些钱，前瞻计划拿一脚，我们这些事情都做完了。人家荷兰从头全国翻了一番，花不到我们前瞻计划的1半的钱，你就会发现什么？台湾目前的这样的心态，这样的一个政府组成，这一些人，他只能写出前瞻计划这种程度的 proposal， 然后花了一堆的冤枉钱，最后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然后就会让在台高筑，让碳足迹高筑，然后让我们的产业无所适从，然后学校没有跟着升级，然后呢就会牵扯到里面很多很细节的东西。所以这个我是觉得，我帮政府想到一个切入点，就是找台电，真的，只要台电处理好就可以，水到就渠成了，大家就看懂了。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千万不要制造外国专家。我跟你讲，我们常常很多的大企业，他有做清洁生产，我就知道台塑做得很好可是问题是台塑的经验，他有没有办法跟大家来分享呢？除了商业机密以外，我觉得我们不妨办一个气候峰会，但是这个气候峰会不要找大学教授了。就找这些企业家，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开始做一阵子了。他们做一阵子了，经验要不要拿出来分享？然后找一群专家，不是搞技术的，学政治的、学法律的、学管理的、学金融操作的。事实上，这个东西关键在他们。我们这些技术人员呢，讲难听一点技术用钱买就有了。但老师也是很有前瞻啊。我只是因为刚好有机会在政府服务，而且我认为我最宝贵的经验是，我在这个2000年到就是这10-20年来，有机会参与了几个国际的大计划，有机会参与了荷兰的几个大计划，而且刚好那几个计划主持人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所以我们的了解非常的深入了，所以我大概知道他们也非常清楚他们在干什么。我们也曾经一起在全世界推这些东西，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台湾的问题，第一个很严重了，2023、2025欧盟要课碳税，2025全世界要课碳税，游戏规则在哪？怎么办？哪些企业会被影响？然后呢，我们下面的就是如何把二氧化碳降下来。我觉得千头万绪。在政府部门里面也是千头万绪。老师觉得我们应该在政府部门是不是要成立一个新的一个什么样的部会来做整合？不要再成立部了，我们部已经太多了，找一个能干的一个部长，或是甚至是副院长，负责整合跟协调，负责资源的调配。我跟你讲了，
真的很诚恳的建议政府，前瞻全部都停下来吧，把这笔钱好好的用在刀口上面。第一个操作的对象就是台湾电力公司，真的就是这样。然后你慢慢学习，慢慢学习，这样子弄1年以后你就搞清楚了啊，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的碳在哪里？要做碳盘查。然后呢，今天呢，真的要去挖几个世界最厉害的顶级专家进来帮我们做诊断。OK， 所以面对这个气候变迁，要节能减碳，其实最关键的还是政府，最关键的还是要立法，要有前瞻。今天非常谢谢李宏源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精辟的解析，谢谢大家。好，谢谢。